21358米，今天的身体状态还不错，那么就趁热打铁，接一套战术训练吧。热身开始，请跟随系统提示完成相应的战术动作。星芒柱形，这一击贯穿星辰。热身结束，请自由发挥，以击破敌人。战术训练结束，少女熟练地进入须弥芥子的幻境，以冥想训练作为晨练的收束。而她今天冥想的伙伴，也依然是神之剑、黑渊白花。3年之前，少女从主教手中得到了这柄象征着最强女武神的武器。一如这位主教让她先后打破纪录，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A 级和 S 级女武神。不知不觉间，她似乎已经成为主教之下，在战场上最被女武神们所信赖的2号人物。然而，即便如此，在少女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丝挥之不去的违和感。这份违和感与少女的人生有关，但又并非来自她的人生本身。事实上，她很清楚，所有的女武神在入伍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今后的人生大致是什么样子。她们将众人的命运扛在肩上，为世界上的一切美好而努力战斗，挥洒热血，在所不辞。对此，少女心怀坦然，甚至或许可以说，她喜欢这种在危险场合兑现自身能力的感觉。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越发认识到一件无奈的事情：无论秉持着何种价值观，人都必须在纷繁复杂的命运间做出取舍。换言之，在这个世界上彼此矛盾的诸般因果中，承担责任与履行义务，终究是有先后顺序的。而具体到少女身上来说，她所经历的一切，似乎从一开始就全都被那位主教规划好了。从前往量子之海的旅行，到与先行者的不期而遇，追根溯源，这一切的一切，都肇始于那位主教的计划与命令。他仿佛就像是摩诃婆罗多里的黑天，用一双时隐时现的手，不断塑造着阿周那的戏剧人生。少女并不确定自己喜欢那样的命运。尽管阿周那是人尽皆知的印度英雄，尽管记忆中至今为止的人生也并未让他感到不满。比安卡，我回来了。早上好，主教。哎呀，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惊讶，既不惊讶于我的出现，也不惊讶于我忽然叫起了你的本名。这些本来就是细枝末节的事情吧。有话直说吧，主教，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想必琥珀和丽塔都已经向你汇报过了吧？虽然名义上你还是一个失踪人口。这种有话直说的口气，倒让我回忆起了那个还没有成为幽兰戴尔的比安卡。人们都说女大18变，不过你还真是让别人乍一看都找不到小时候的影子了。内在没变不就足够了吗？话少话多也好，是不是扑克脸也好，这些又不影响什么要紧的东西。道理上是这样了，不过也有句俗话叫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对于接下来的那份工作，你或许确实应该像今天换的这身衣服一样，变换下心情才对。因为你终于有机会去完成幽兰戴尔这个名字所代表着的重大使命了。好好准备一下吧，半个小时之后来帮助我进行把世界炮连入虚数之树的探索实验。主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后迈着轻快的步伐转身而去。那是这位生性自由的男子最喜欢的表达方式，在不动声色中突然抛出惊天动地的信息。少女原本以为自己从12岁起承担的那份命运或许会伴随自己一生的时间，毕竟让量子之海中的世界炮回归虚数之树绝非易事。世界在虚数之树生发、繁荣、凋零，最后沉入量子之海消亡，这才是一般的自然规律。3年前，事情有了初步的转机。主教把自己关于虚数之树的研究成果告知了少女与她的副官。根据主教的说法，少女们的私人目标可以包含在她的终极计划之内解决。随后，2年前，在一个时令和如今颇为相似的秋日，少女协助主教夺得了第2神之剑，又在相关的实验中遭遇了前文明横杀计划的执行者。而主教的终极计划也从此驶上了快车道。但无论如何，少女绝不可能设想事情的发展会像今天这样迅速突然。量子之海的那次旅行对少女而言如在昨日。莎士比亚船长、米格尔爷爷、吉米弟弟以及许许多多有趣的人们，不知他们这些年里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如何。薛定谔博士和石宇绮罗前辈，他们又流浪在量子之海的何方呢？还有那柄古灵精怪的圣剑，真正名为幽兰戴尔的武器，只有让那个命途多舛的人造世界炮和虚数之树建立起完整的联系，少女才能从根本上拯救他们所有人，或许也能为人类在崩坏面前探索出一条不曾拥有过的退路。这些年来，少女始终将这个也许要耗尽自己一生的目标默默地藏在心底。她完全不曾想到自己会如此突然、如此快速地迎来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刻。那个身为主教的男人说的确实没错，此时此刻，少女的确需要通过变换心情来迎接这份极其重要的工作。幽兰戴尔大人，您已经见过主教大人了吧？真的很突然啊。那个人自说自话的失踪，又自说自话的回来，还要立即进行把世界炮连入虚数之树的探索实验，这里面真的是没有一件事能让人产生真实感。不过，这不正是主教大人一如既往的行事作风吗？主教大人一直都在把世界当作棋盘，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和事，都是棋局上的棋子。在这个模式之下，只有结果才具备唯一的意义。毕竟，所谓过程的价值，对于主教大人来说，或许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消失了吧。丽塔，你今天说话的口气怎么突然变得像莎士比亚船长，不，像薛定谔博士一样了？就突然有很多带着哲学意味的说法。是这样吗？抱歉，幽兰戴尔大人，任务当前，我似乎不知不觉地紧张起来了。丽塔，你还真是的，紧张难道不是很正常的情绪吗？这毕竟事关千千万万个在另一个空间中真实生活着的人类啊。打个比方来说，一座深山的村庄，或许终究无法与繁华的都市相提并论，但它也同样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自己的未来。
现在改变他衰败宿命的可能性与我们不期而遇，又有谁不会手心冒汗、心跳加速呢？那这也正是幽兰戴尔大人突然变得话多起来的原因吧。丽塔，我怎么了，幽兰戴尔大人？不，没什么，不是什么值得讨论的话题。比安卡大人，如果这次的任务进展顺利，到时我们请半天假出去兜风如何？如果不影响工作的话，可以是可以。那么兜风的地点就预定在离浮空岛不远的那不勒斯吧。下次有机会的话，要不要让我带您去深夜的那不勒斯兜兜风呢？可以啊。如果主教的这次实验真的能够帮到世界炮里的人们，那时候我们就找时间一起去维苏威火山的山脚下飙车吧。很好，各位都相当准时。幽兰戴尔、丽塔、长光、琥珀，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看守总部的你们辛苦了。主教大人过誉了。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已。他们说的没错。还有，奥托先生，您可以演讲的久一点。第二神之剑的空间动力系统还需要再预热5分钟呢。看来唯一不守时的，反而是一台机械呀。那么我就用这5分钟的时间，帮助各位再梳理一下本次实验的来龙去脉吧。各位应当都非常了解，我们身处的4维时空乍看起来平坦空旷，但在更高的宇宙维度上，却有许多凭借人的感官难以想象的复杂结构。前文明的人类发明了2个形象的词汇来称呼它们：量子之海，还有虚数之数。量子之海中的万事万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衰变，最终解体在一片混沌之中。虚数之数上的世界虽然不会如此，却多半要经受崩坏这一天灾的考验。本质上，这是因为时间的概念在这2者的领域中有本质性的差别。不过这并不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点。今天的实验旨在验证一项技术，我们要尝试将量子之海中的一个世界炮连接回虚数之数，改变其注定消亡的命运。在充分研究了第二神之剑，又获得了世界蛇技术援助的当下，天命组织必须将这项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唯其如此，在不远的将来，各位才能将世界的命运。空间动力系统预热完成，奥托先生，实验随时可以开始。哎呀，看来现在倒必须长话短说了呢。总而言之，我们这次的实验对象是蕴含在幽兰戴尔体内的特殊世界炮。我们要从量子之海出发，寻找前往虚数空间的通路，并尝试将它人为接入虚数之数。因此，幽兰戴尔，你需要亲自进入由第二神之剑创造的高维空间入口。是。这次给你配备了升级版的空间深潜返回装置格尼乌斯 Plus， 负责远程支援的长光可以利用它，在复杂的空间环境中与你保持通信联络。明白。这次实验事关重大，
因此，丽塔、琥珀，你们留在这里，负责调度协调一切事宜，而我会亲自陪同幽兰戴尔，在第一线参与实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并肩作战吧？接下来就请多指教了，女武神比安卡·幽兰戴尔，阿塔吉娜。散去吧，世界的残影！没有人能妨碍我的计划。星芒助星！有趣的地方，现实世界的破碎信息在这里被重新整合，确立了自成一格的架构与规则。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吧，在有限的时间中，将自己能接触到的一切消化吸收，最终形成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原来这就是身在量子之海的感受啊，和太空中的失重状态有些相似呢。请尽量不要离我太远，主教。按照长光的说法，在量子之海中远离世界炮独自漂流，任何正常世界的事物都会有衰变消失的风险。不过嘛，考虑到奥托先生的身体属于混钢材质，这种风险其实很低就是了。但如果真的与外部世界失去联络，也确实不妙。毕竟我已经把自己的意识中枢移植到了目前的这具身体里。那不是……没办法啊，即便是花了我2年时间来改进的格尼乌斯 Plus， 也不可能支持意识的实时投射，带宽完全不够啊。就是这样，没关系，我不会在战斗中拖你后腿的。主教，你说笑了。如果你认真起来，我也未必能在1对1的比试中稳操胜券吧。我倒不觉得自己能堂堂正正打赢过你啊，不如说根本没戏才对。对此时此刻的奥托·阿波卡利斯而言，你就是他在这个宇宙中最为可靠的冒险伙伴。看来我又让你感到肉麻了。那么，就让我们忘记这些不重要的说辞，向前迈出果断探索的步伐吧。出发。星芒助星！
难道是……看来我们已经离目的地不远了。这里是第10律者在不久之前制造出来的空间——支配剧场。虽然第10律者已经消亡，但我还是设法将这里的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它可以帮助我们与虚树之树直接建立联系吗？正是。对第10律者支配之律者的情况，你现在了解多少？我看过逆商和世界蛇同步给我们的研究资料。这名律者是复数意识的集合体，拥有在空间夹缝中构筑独特领域的能力，与前文明支配律者的情况有不少差别。知道这些就够用了。毕竟我们现在关心的并不是支配之律者，而是他留下的这份遗产。之前律者为了从这个巢穴控制他的爪牙，借用了虚树之树的力量，用傀儡线将彼此不同的空间连接在一起，而这导致了即使第10律者已不复存在，支配剧场也即将沉入量子之海，此处却依然与虚树之树保持着畅通的联系。所以你才匆匆召集我们开展实验。时不我待，夜长梦多。虽说剥离的空间要沉入量子之海本身还有一个过程，但我们最好还是在崩坏意识出手干涉之前，就把所有的技术与资源完整掌控在自己手中。明白了。不过，主教，这么说来，崩坏意识果然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以为它目前仍是一种假说。在这个世纪之前，它的确只是一种假说。然而，就在2000年的第2次崩坏中，我接触到了一个用常理无法解释的庞大意识。这个意识善于用庞杂的信息迷惑人类，它可以在一瞬间就把地球上所有的档案资料、学术知识全部挤压进你的脑中。如果对此不事先准备预防措施，人类根本就无法与它平等对谈。等等，如果这真的是崩坏意识，如果这意味着它或许无所不能。如果它真的无所不能，消灭文明应当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没道理让人类经过世代更迭又重新崛起。这意味着，它要么并非真的对文明恨之入骨，要么并非像乍一看的那样无所不能。话题扯远了。无论如何，人类必须利用好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才有可能在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而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实验，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千真万确。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讲，如果使用术语本征来称呼我们自己的世界，崩坏意识就操纵着本征世界与虚数之数的连接，影响着崩坏能的自然循环，让人类承受着或许不该承受的深重苦难。所以接下来的实验，用最乐观的语言来说，甚至可能有机会让我们甩开种种枷锁，直接与虚数之数建立平等的联系。果真如此，那人类在这场与崩坏的持久较量中，就可以不战而获全胜了。但是你也说了，这只是最乐观的情况。没错，从科学研究的角度上来说，开创性的实验本身就很难一次成功，而未来更是难以逆料。但只要我们能从这样的冒险中取得某些积极的结果，我想至少下次面对凯文的时候，你们就会有底气得多。你是指世界蛇的终极目标
圣痕计划吗？当然，圣痕计划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的确可以重新定义世界运作的规则。如果对方有能力创造一个他们的理想国，而我们却不能，那么世界迟早就会变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既然我们谁都不喜欢那种由前文明强加的冷酷未来，那么我们自己就必须也掌握一种可以创造理想国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体内的世界炮在今天的实验中可以安全地炼入虚数之术，那么在未来，我们才可能有资本去拒绝圣痕计划。是的，你应该知道，在对抗崩坏的种种设想中，真正能谈得上有把握实现的方案，在我们自己的手头上，其实一个都没有。喂，奥托先生，今天不应该是幽兰戴尔小姐光荣完成一项使命的日子吗？您怎么把话题带到这么沉重的地方去了？请适可而止啦，适可而止。但那些的确是事实，并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可是事情毕竟还没有到必须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啊！你没有必要在今天就……谢谢你关心我，长光。不过，交给 S 级女武神的任务，也历来都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吧？这种走钢丝的生活方式，至少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很好，很有精神，不愧是我们天命最强的女武神幽兰戴尔。你的赤子之心果然一天都没有改变过。助教，肉麻的话请适可而止。你今天的情绪实在是激动的有点可疑。再让我这个生性轻浮散漫的人说下去，难免会继续不着边际。长光，就由你来讲解接下来的具体实验步骤和技术细节吧。你们的主教就先让自己的嘴巴休息休息了。
17年后，我们又见面了。崩坏的意志。是的，我通过一些渠道，对您有了更正确的认识。您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则，您无法直接降临在人类生活的世界。您的使徒，所谓的律者，也多半不能参透自身的力量。如果说您背后的虚数之数是浩瀚深邃的大洋，那么您本身其实只相当于一湾浅浅的海峡吧。当然，话说回来，不论什么样的海峡，也都足够淹死成千上万个奥托阿波卡利斯了。不错，这正是奥托阿波卡利斯计划要做的事。您不打算出手干涉，我深表感激。只是，您甚至不打算阻止那个叫做凯文·卡斯兰纳的人物。你们或许也算是老相识了吧？哦，是这样啊，那就是我无缘得见的东西了。再说，我本就不应该用人类的方式去衡量您的追求。合作愉快。星芒柱形，这一击贯穿星辰。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前方的道路，只有与额外维度深度融合的人才能够开启。长光之前的说明也是到这个阶段就结束了。对于接下来的空间，我们果然没有任何情报可以作为指引吗？唉，毕竟如此临近虚数之树的空间，是过去谁也没有到达过的地方嘛。当前你们立足的区域还属于量子之海可以浸润影响的地方，进一步前行的话，就要完全进入虚数之树的领域了。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有通过理论测算，验证出你在那边可以正常行动而已。抱歉，对于这次实验的压轴大戏，我竟然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没关系，实验总是要伴随着未知的嘛。像是我和丽塔在5年前的那一次冒险，她获得的结果就超出了所有人的事前预期。今天的实验，大家通过种种保障手段，确保了我体内的世界炮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全身而退。那么对我来说，不能承受的风险就已经全部排除了。助教，我去就回。一路顺风。在这最后的10年里，你还真是让我见识了一段别样精彩的传奇呢。比安卡、阿塔吉娜。长光，什么事，奥托先生？接下来，只要我们可以通过格尼乌斯回收幽兰戴尔本人，并获得探测数据，实验就圆满成功了。至于他的世界炮是否能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接回虚数之树，你应该能理解，这一点在我的计划当中其实并不重要。我需要裁剪、折叠、重构本征世界的力量，世界炮对我而言并无多大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幽兰戴尔小姐在虚数之树那边消耗了过多的时间，我们就利用格尼乌斯的机制对她执行强制召回。当然，毕竟我们无法和那边达成实时通讯，她自己也知道，我们这边不会无条件的一直等下去。不过我倒是觉得这件事无需悲观，毕竟你不是还不声不响的帮了她一把吗？啊，果然还是被发现了呀。不过那也只能算是一次投石问路吧。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会有效果呢？当然会有效果。你要知道，对方也都曾是我麾下优秀的女武神呢。虚数空间，助教说，这里是宇宙的起源之地，也是法则的交汇之处。时间在这里的意义不能用常理来认知，事物在这里的运转不能用力学来计算。这里是世界的彼方，规则之上的规则。但无论如何，我必须坚持前进，因为机会或许只有这一次。星芒助星，这一击贯穿星辰。群星汇聚于此。
我是石宇启罗，我在这里。真的出现了！喂，老搭档，比安卡，能听见吗？比安卡，我是石宇启罗，我在这里。石宇启罗和尼古拉斯都在这里。欢迎来到我等休格斯一族的精神世界——糖果屋。美丽的小姐，您可以用我们的语言称呼我们为黑糖和水晶糖。喂，尼古拉斯，熟人见面一般可不是这么打招呼的吧？嗨，比安卡，真的好久不见了，有没有被我们的出现吓了一跳？真的没想到能够在这里再次见到你，石宇启罗前辈，还有尼古拉斯小姐。不好意思，我不太了解外星生物的发育规律。嗨，我可不是今年才长成这个样子的，要怪你就怪启罗没见过什么世面，当年把休眠状态的我错当成了完全型吧。可能我是没怎么见过宇宙级别的世面，不过也总比你们这些本能就是装死的家伙强吧。二位的感情看起来真好啊。姑且算是吧，毕竟被这家伙骗来骗去的孽缘也真的是源远流长了。过去的事情总有过去的原因啦。好，言归正传，用休格斯的时间来说，我们在2周之前收到了一封预告信，信里明确预言了你此时此刻的到来。有人告诉我们，你在休格斯时间的今天会来到这里，尝试把世界炮接回虚数之树。是的，借着主教进行实验的机会。这么说来，你们是专程来这里等我的吗？那当然啦，你要知道，我们可正好掌握着利用虚数之术，在一定程度上变换自己存在空间的技术呢。我们？这么说来，这个呀，他在2年前通过了金平堂长老的考核，正式加入了我们休格斯的共同体。当那个世界炮被繁衍进入你身体内部之后，薛定谔博士回归量子之海，而启罗却被能量波动弹入了虚数之树的直属空间。或许是他天生运气好，又或许是冥冥当中的某种宿命吧。总之，在被这种无知空间撕裂成灵魂碎片之前，恰好路过的糖果屋救起了我们。糖果屋不仅是休格斯一族的精神家园，它也是一处由世界炮改建而成的空间避难所。每当休格斯遭遇危机的时候，他们就会和虚数之树重新建立一次连接，变换自己当前隶属的子空间。
因为糖果屋作为世界炮来说很小，所以它可以做到随时在虚数之树上刷新连接，不受崩坏波动的潜在侵扰。竟然有这样的实力啊！不过比安卡，以休格斯的意见来说，你体内的这个世界炮，它的麻烦程度比起糖果屋来说，恐怕是高出了好几个数量级。这是为什么？主要是体量的问题。想不断延续一个世界炮的存在，据我们所知，总共有2种办法：粗暴的或者取巧的。粗暴的办法是不断从外界吸收能量，以此对抗量子之海的自然衰变。对这种方法而言，世界炮越大越好。正所谓表面积占比随着体积的增加会不断减小。只要规模足够大，它甚至通过自然接触就可以保持能量的动态平衡，可以近乎永远的在量子之海中动态漂浮下去。当然了，如果反过来吸收了太多的崩坏能，那也会给世界炮本身带来其他的问题，就像你和绮罗过去见识过的那样。大致明白了。那么，休格斯的方法对应的就是取巧吧？没错，和虚数之树建立动态连接，借用虚数之树的支持来阻止衰变。这种办法的本质是欺骗虚数之树，让目标依附于其他的文明世界生存，或者干脆被认证为新生世界而获得支援。打个通俗的比方来说，这就像是在嫁接枝条，接穗越大越复杂，嫁接的手术也就越困难。因此，对于这种方法而言，世界炮反而是越小越好。也就是说，这2种维持世界炮存在的方法，彼此是直接矛盾的。而且根据当时薛定谔博士的说法，你身体里的这个世界炮原本是按照粗暴路线设计出来，去配合月光王座的原型系统，用来消除多余崩坏能的。只可惜，随着以太锚点被崩坏能侵蚀，它反而需要锚定在你的身体内，才能防止自身4分5裂。正所谓船大难掉头，现在我们想让它180度转身，去适应取巧路线，就需要在技术细节上获得巨大的演算支持。这是指幽兰戴尔，你的那把具有自主智能的剑。圣剑确实一直在空间的夹缝中维持着世界炮的稳定，以及我与世界炮之间的繁衍锚定关系。只是，自从那次分别之后，我和他之间，至今也没有办法实现任何形式的通讯。我能感受到他在世界的另一头拼命工作着，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传达不了。这样啊，果然只有使用那个方法了吧？你是说借助砂糖饮药的力量吗？不然还有什么方法有可能实现跨越繁衍锚点的通讯呢？虽然有点对不起长老，不过物尽其用总是没错的嘛。那可是他老人家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好的东西啊，我们还是尽量小心一点来使用吧。那个，你们在说的是什么？砂糖饮药是休格斯一族传承至今的上古遗物，过去曾用来制造糖果屋本身。据金平堂长老说，多年前有某个人类以天命的神之剑类比，将它称为外之剑。那家伙和最终背叛我们，导致他一度损坏的家伙是同一个人哦。都怪你们人类里有这种败类，害得绮罗需要足足3年的观察期，才能真正加入休格斯大家族。人类的确有时候会复杂过头呢，我也经常搞不懂别人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真要去求丽塔帮忙吧，往往也只是得到一个“别在意，没事的”这样的回答。你这点对于休格斯来说，反而是会赢得信任的加分项哦。我去准备启用砂糖银药的准备工作了，你和绮罗可以趁这段时间再叙叙旧。辛苦你了，尼古拉斯。
哎，好了好啦，你跟我客气什么？回头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吵架到天荒地老。尼古拉斯或许和小优会很合得来呢。我也觉得。说起来，比安卡，你真的长高了不少呢，人也变得更稳重了。你不如说那是死板吧。大家好像都觉得，整个天命最不好说话的女武神就是我了。不是吧？我怎么感觉你应该是最好说话的那个才对呢？唉，虽然在业务上，我也能想象你认死理的样子。你自己不都这么说了吗？同样是和 S 级女武神当同事，要是让我自己选，我也会选丽塔那样的。哎呀，你们都已经是 S 级女武神了，就像当年的 Cecilia 大人和德丽莎大人一样呢。这个真不敢当，更何况……怎么啦？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吗？其实也没什么。是这样的，差不多3年前，主教允许我继承了黑渊白花的使用权。哇，是 Cecilia 大人的黑渊白花，不愧是你的比安卡，好厉害！谢谢。不过对我来说，这更像是我从 Cecilia 前辈那里借来了她的黑渊白花。虽然按照常理来说，神之剑就是神之剑，并不是任何人专有的附属品，但我总是能感觉到，这柄武器上有着 Cecilia 前辈的深深烙印。这也很正常啊，毕竟在他之前，已经很久没有人能掌控住黑渊白花的力量了。不过你知道吗？即使对 Cecilia 大人而言，成为黑渊白花的主人，也是一件很有心理压力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他们不是契合度很高吗？要单纯说适应性，我觉得你说不定比 Cecilia 大人还要好哦。毕竟我自己也被他侵蚀过，所以心里还是有数的。听好了，比安卡 ，Cecilia 大人当初遇到的问题和你恰恰相反，又刚好相同。恰恰相反，又刚好相同，这是什么意思？那位主教大人也许没和你特别提过吧，在 Cecilia 大人之前，黑渊白花的数任主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天命除名了。这……你也许知道，黑渊白花是上世纪70年代从北大西洋的深海中打捞出来的。这件事和薛定谔博士的过去有直接的联系。是说他背叛天命的经历吗？丽塔后来告诉我了。而且当年他说奥托主教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应该心里有数了吧。那么你知道当时的天命最强女武神黑渊白花的持有者，她加入了逆商阵营并因此而死的事情吗？黑渊白花就是在那时沉入了大洋深处。那个人的名字你其实也听说过，她叫蕾安娜。没错，就是薛定谔博士的中间名，他的救命恩人的名字。世界就是这么小啊，比安卡。即便普通女武神对这些情报一无所知，在当年成为黑渊白花的主人，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实话说，现在也还有迷信的女武神觉得她很不吉利。但是事后来看，大家也都觉得黑渊白花是 Cecilia 大人的象征之一，对吧？那是因为 Cecilia 前辈自己的人格魅力。不是这样的，比安卡。尽管我自诩为 Cecilia 大人的头号粉丝，但就事论事，这只是因为 Cecilia 大人持有黑渊白花很长时间罢了。Cecilia 大人和我说过，他也感到自己和黑渊白花之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距离感。那并不是因为名声之类的问题，而是一种纯粹的对于历史的敬畏之情，就像卡斯兰娜家的人看待天火圣才的态度一样。怎么样？从心态的角度来说，尽管出发点完全不同，但你们真正的心情却又相当类似吧？原来如此，这确实很奇妙呢。前辈果然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呢。哎，
刚才的那些话题，我和丽塔聊，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和主教聊，又觉得小题大做。或许，那真的是只有像前辈你才能诉说的东西吧。被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呢。说起来啊，我们聊了这么久，尼古拉斯，你的准备工作应该也差不多了吧？抱歉二位，事情好像有点被我搞砸了，或者说程序出了些 bug。具体的说法不重要了。总之，现在一些所谓的虚数造物被我们吸引到了糖果屋的外侧。帮我解决一下吧，比安卡。万一糖果屋本身要是遭到入侵，可就麻烦了。明白了，只要把敌人全部消灭就可以了吧？我喜欢这种简单直接就能解决问题的方式。全力战斗吧，比安卡！我们会把所有的力量都借给你。星芒助星！这一击贯穿星辰。感谢之前的战斗辛苦了，不过可能还要麻烦你再等一会儿。对方出于对信道稳定性的担忧，选择了优先处理任务，之后再建立完整通信的模式。对方是说小优？你已经联系上他了吗？是的，那个人工智能，他正在全速接收由砂糖银药传输的世界炮临时连接方案，所以还不能切换出人格形态。明白了，正好趁这段时间，我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我是指心理准备之类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能在今天获得这样的机会，我非常感激。嗨，你不好意思什么呀？绮罗的好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这都是分内之事。等一下。很好，很好。哇，太顺利了！发生什么了？成功了，对方一次性接收并直接实现了连接方案。事不宜迟，那我们这就开始通话。等等，测试，比安卡，能听见吗？听见了要大声回答我。没有问题，听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清楚。圣剑幽兰戴尔。哎呀，几年不见，你好像已经从小女孩出落成大姑娘了嘛！可喜可贺，可喜可贺！现在三维有多少了？差不多有9开头了吧？喂，你这家伙怎么一上来就给我玩不正经的？绮罗前辈还在这里呢。这样说来，丽塔果然不在嘛。但是你放心，这几年他也过得很好，只是他的体质不像我这样可以抵尽虚数之术，所以今天不能一起过来。其实你能在他们的帮助下抵达现在这个空间领域，这一点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不过这么说来，我自己果然也是很厉害的吧？比如说，我现在已经做完了必要的工作，可以腾出手来像这样和你闲聊。做完了必要的工作，我还以为我们正准备开始关键的部分呢。这就是电子处理器的长处啦，能做到的事情，用超乎你们想象的速度就可以做到。不过嘛，因为这事儿其实没法做得很完美，所以今后我恐怕还是很难有机会跑出来透透气。虽然可以借一部分出来。什么意思？借一部分出来，是指构成你的宝石吗？还是说……怪我，脑子里想的东西经常跑得比嘴上说的东西超前太多。
不过我身为机械，真的能算有嘴吗？不说笑了。我们像这样相处的时间多半非常有限，还是让我把整个情况从头到尾梳理一遍吧。几年的运作过程让我逐渐意识到，那个世界炮的危机起源于它的诞生之时。在5万年前，为了摆脱崩坏的威胁，人们曾尝试将崩坏能排放到量子之海的世界炮中，但随着绿者摧毁了他们的技术中心穆达洛，这一设想已经无法实施。好在固定人工世界炮的以太锚点尚未损坏。人们转而试图将这个当作垃圾站设计的世界改造成人类可居住的避难所，也就是后来我们见到的那样。然而，将世界炮改装成避难所的工程虽然差强人意，但过去为垃圾站设计的冗余装置却必须加以保留。这种潜在的功能错位，最终因为一位狂人的行动，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那个世界自此以后的所有历史，其实都不过在给一个濒死的世界想方设法续命罢了。比安卡，你在那个世界的冒险，为那位狂人的命运画上了句号，也因此承担起了挽救那个世界于分崩离析的责任。正如尼古拉斯之前分析的那样，那个世界炮的体量妨碍了它作为一个整体直接回归虚数之数。它的繁衍基线仍然需要锚定在稳定的负熵系统上，所以简单来说，很遗憾，我们的使命无法在此时此刻轻易结束。没关系，我原本就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只是一切还像过去一样而已，对吧？啊，这倒也不是哦。虽然我的职责暂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比安卡，你现在应该可以和其他人分担那份原本只属于你的责任了。你的意思是？来吧，我用砂糖饮药的临时权限，让你直观感受一下。谢谢你，真正的不灭之刃。现在顺利地提取出我的核心之后，你可以把守护世界的职责交给任何一位你信得过的伙伴了。这样，承载世界命运的人就可以额外多一些了吧？不，严格来说，每时每刻仍然只有一人可以承担。但如今，你们可以在彼此之间进行交换。目前，通过学习模仿砂糖饮药的技术方案，我能够以自己为媒介，让世界炮辗转与虚数之树建立联系。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实现世界炮独立的最终目标，但我们至少不需要一直都用你的身体来保护那个世界了。哦，顺便，我帮你校准了那个须弥芥子，这样
即使将我的核心授予他人，你也仍然可以在短时间内继续使用星铠的力量。你这么一说，星铠确实没有直接消失。归根结底，星铠真正依赖的并非特定的世界炮，而是量子之海本身的力量。不过，比起这些技术上的东西，那个叫须弥芥子的好玩意儿究竟是什么来头？我真想再找一个好自己拿来用呢。在你的数据库里，有记录着一个名叫苏的前文明英雄吗？是他把须弥芥子托付给我的。他说，自己曾经用了数千年去执行一个叫做恒沙计划的项目，通过观测平行世界的发展，来寻找对抗崩坏的方法。哦，是这样啊。虽然很遗憾我这里没有相关资料，但那样的人物愿意把须弥芥子转让给你，他想必已经找到自己需要的答案了吧？似乎是这样的。他说，恒沙计划在最后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答案，但是他并不愿意告诉我细节是什么。后来，我把他留下的资料转交给了主教，可主教也一样，对此守口如瓶。实在很有趣。哎，你是猜到什么了吗，小优？哦不，我完全不明白哦。就是因为完全不明白，才会觉得实在很有趣嘛。人类不也是这样吗？啊，那也只能说你对人类的理解有一些奇怪的偏差了。毕竟我并不是你们那样的有机生命嘛，有点偏差才是正常现象，有点偏差才是个人特色嘛。哎呀，发生什么了？实时计算突然发出警告，5分钟之后，世界炮和虚数之树的连接就将因混沌现象而无法预测。为了留出足够的反应余量，我必须在3分钟之内将托管程序切回亲自操纵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次见面只能到此为止了。是啊，感觉有好多话题还没有聊到呢。好想知道这些年天命冠军杯和逆商解放者杯的冠军都是谁呀？你在意的是这个？你这辈子都从来没看过足球比赛吧？那有什么关系？听你聊这些和崩坏无关的事情，对我这把喜欢偷懒的武器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呀。啊，我明白了。那个，谢谢。比安卡小姐不好意思了呢，真可爱。好了，时间是真的不多了。虽然前路或许还要让各位置生死于度外，但我相信，那位未曾谋面的先行者的确找到了唯一的答案。请各位相信世界、伙伴，还有自己的可能性，并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再会，亲爱的各位，我的身体可就交给你们保管喽。信号消失了呢。一定还会再见面的，不是吗？乐观是好事，虽说我隐隐觉得地球上那些前文明的人都挺可怕的。真要说起来，苏博士一开始也威胁我，要把我永远关在他的世界炮里面。这听起来只是虚张声势的话术吧？毕竟像他那种人，不可能因为短时间内的几件事就改变对你的看法。那么尼古拉斯，你所谓的隐隐觉得究竟是指？我也说不清。哎，没办法，只是一种直觉而已，说出来总比不说好吗？谢谢。不过，如果真的遇到某些无法回避的命运，那么我应该也不会退缩吧。至少我现在已经有办法把自己的责任托付给其他人了呢。喂，你这么说也未免太不吉利了吧？可不要在这种事情上也和斯西利亚大人保持一致啊。比如说，我才不要你那把圣剑呢，你自己好好收着，不要给我起乱七八糟的念头。我并不是这种意思，抱歉，让你多虑了，前辈。是我一时激动了，你不需要道歉。在女武神的道路上，
你早就超越了我和尼古拉斯，我应该相信你的判断才对。不管怎么说，反正彼此传达到意思就好了吧。比安卡明白了绮罗的担心，绮罗也明白了比安卡自有分寸。至于互相道歉的繁文缛节，我们休格斯反正是不提倡的了。说的也是。总之，如果有机会的话，尽管叫我们帮忙，比安卡。就像这次一样，到时我也一定不会客气的。啊？那么，就这样吧。世界炮相关的使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彼此也还有无数的使命要各自完成。二位，既然这次的实验可以说已经圆满结束，那么我也该像上次一样，着手启动格尼乌斯了。这么突然吗？你们不坐下来一起吃点甜食吗？比安卡一直都是这样啊，任务以外，他从来都很少给自己留出私人时间。彼此理解的心情，并不需要用额外的礼节来表达，倒不如说，这就是他一贯的为人风格吧。谢谢您的理解，前辈。二位，后会有期。到时候要记得请我吃巧克力巴菲哦。这还是有点不够吧？不如干脆一起唱卡拉 OK， 唱一整夜如何？那个还是算了吧，我也不是真的没有自知之明啊。他的信号已经完全从这个空间消失了。那个隐藏在他独特天赋中的演算推论，你终究还是没有提起。我可不确定你们之后还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啊。唉，没办法呀，根本就没有合适的时机嘛。再说，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和塞西利亚大人确实有着决定性的不同。他真正的那份力量，并不需要我们来帮助觉醒。未来的旅程，即使遇到再多的艰难险阻，他和丽塔也终究会像过去的每次一样，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一定没问题的。请问这里是圣1504长光17世研究所吗？是的，我就是所长本人。你就是奥托先生提到的比安卡小姐？那么我也可以叫你长光小姐吧？啊？不好意思，我难道搞错了什么？没事，不用在意。好的，长光小姐。
主教说，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前文明遗物从我的身体里提取出来，那么它就是圣伊504研究所了。太好了，繁衍后的世界炮真的稳定下来了，终于有办法知道了，谢谢你。长光，我已经做了多少次例行检查？你这里有这样的统计资料吗？电脑里应该有吧，让我看一看呢。现在是第216次，刚好是6的3次方哦。你对数字的算术性质还是那么敏感呢。还记得吗？以前我第2次还是第3次来的时候，你试图和我说明17是个什么样的数字。那件事啊？对，你当时好像是想强行向我讲解正17边形为什么能被尺规作图。唉，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想挖个坑把那时候的自己埋了。这都是什么没话找话的方式啊，实在是太丢人了。啊，我觉得那其实是一段很不错的回忆啊，至少独一无二，不是吗？在各位的全力协助下，昨天的实验可以说获得了圆满成功。接下来，相信不需要花太久的时间，天命组织就可以在人类对抗崩坏的历史上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当然，各位想必也清楚，人类历史上一切决定性的进步，都必然会损害到少部分人，有时甚至是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可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人类全体来说，这种损失是有限的、暂时的。逆商可能会找我们的麻烦，世界蛇多半也不会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但只要天命这个坚强的堡垒依然屹立在地平线上，人类就会因为我们迈出的这一步，而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奥托先生，你的长篇大论说完了没有啊？真正重要的事情还在后边吧？那么长话短说，为了确保接下来的任务能够按计划实施，我身为主教，现在向各位正式解密天命最后一位 S 级女武神的身份信息。在接下来的任务中，她将与你们保持密切的合作，直到我本人功成身退为止。综上所述，本人奥托阿波卡利斯自即日起辞去天命主教一职，并彻底退出组织。好久不见，赤元师祖。是时候兑现我们之间的契约了，老朋友。